大家好，我是 Mark。有一天在雜誌上看見這一張照片，一棟飯店靜靜聳立在淳樸的鄉鎮之中，宛如一座白色宮殿，在山巒環繞下格外耀眼。潔白的外觀，美觀又大氣，還隱約散發着古典歐洲的優雅氛圍。那一刻，我心裡浮現一個念頭，好想住進這裡看看。沒想到這個小小的願望，今天終於實現了。小編成功訂到芙蓉來旅，就這樣展開一趟南投水里基地的輕旅行。來了，先來開箱芙蓉來旅。芙蓉來旅是芙蓉大飯店推出的全新品牌，主打年輕化、設計感以及小而美的住宿體驗。水里店於2023年正式開幕，屬於3顆星級飯店，不走奢華路線，卻在細節與質感上相當用心。芙蓉來旅水里店的地理位置相當不錯，無論是深度旅行還是親子輕旅行都很適合。從飯店出發到車城老街約7分鐘車程，水里神窯距離不遠，是當地重要的文化景點。集集老街、集集車站約13分鐘車程，日月潭約24分鐘車程，而且飯店還貼心設有地下停車場。自駕旅客完全不用擔心停車問題，房客入住期間可享免費停車，不過館內停車位數有限，建議提早抵達。我們這間是月旅客房，含2客早餐，空間較寬敞，約8坪，一大床訂房時可以跟櫃檯改2小床，面山景觀房。一進來就可眺望遠方的山林水秀，精緻路線，裝潢古典歐式風格。客房設備有玻璃圓桌、2張古典沙發椅、電視、寬頻上網、行李櫃、迷你吧，備有2個馬克杯、紅玉米香小點心、阿薩姆紅茶茶包與綠滴咖啡包。電熱水壺，有水壺可以到走道，飲水機裝水，專用保險箱，小冰箱空空如也，還有浴巾2條。芙蓉來旅環保旅店，客房內不提供礦泉水，一次性盥洗用品及拖鞋，旅客需自備。來看看衛浴區，有大面鏡臉盆，下方有臉盆櫃，可以放盥洗用品。吹風機、擦手、毛巾、漱口杯、洗手乳，馬桶間免治馬桶，不錯哦。這邊是淋浴間，有沐浴乳跟洗髮乳。芙蓉來旅水里店共有67間房間，另外還有3種房型：輕旅客房，一床空間約4坪，可住1至2人；窄旅客房。還有日式和式的客廳，專為休閒放鬆設計的房型。集旅套房，空間最大的房型約14.5坪，適合家庭或團體旅客。戶外備有陽台與開放式交流空間。自助式早餐，早餐在1樓樂聚 Joyce Cafe。用餐時間早上7點開始到11點，時間比較長，可以從容容的吃。服務人員帶位就會問你要點什麼主餐，有燻牛肉起司可頌堡，總匯牛肉起司堡，鮪魚鮮蔬可頌堡，鮮蔬起司蛋可頌堡，4種可頌堡可以選。熱食也不少，咖啡選用 UCC 精品咖啡豆，一旁有冰塊機，可以做成冰美式、冰拿鐵。紅茶和豆漿都提供了無糖選擇，另外有砂糖風味糖漿可以添加。紅茶順口不澀，現煮豆漿香濃，新鮮沙拉、水果。我們吃完一輪，發現主餐怎麼還沒來，就請服務人員幫我們看看。終於主餐來了，用餐完記得餐具放到回收區。餐廳裡面有遊戲區，有手動足球可以玩。
以及租借桌遊、飛鏢等等遊具，還有一台閃亮亮的販賣機零食泡麵。光和洋吧開放時間早上7點開始到晚上10點，就在餐廳外面就能看到這個名為光和洋吧的休憩區，整體以大量自然採光與綠色植栽為主，空間明亮又放鬆，很適合在這裡稍作休息，看看書，或是整理接下來的行程。不管是早上補充元氣，還是晚上回飯店放空一下，這個空間都讓人感覺很舒服。現在水裡有夜市，不過可惜我們沒去。接着來到明星書院，從芙蓉來旅水裡店到明星書院8公里多，開車11分鐘。明星書院於清光緒年間創建，和藍田書院、登寧書院並列為南投3大書院。明星書院為古樸風貌的三合院建築物，座中為單開兼正殿，三面有紅磚圍牆。即在光緒初年，由於開發中央山脈及商業大興的影響，街市繁榮，人文跡象曾活躍，於是士紳倡議建明星書院於柴橋莊。適逢光緒9年，濁水溪氾濫，留下甚多巨木，並利用從山內流出之木材籌建廟堂。神龕上主要奉祀文昌帝君神位，配祀有智智勝、子陽夫子神位、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神位。不論是神龕、玄匾、門廳、側廊，均有對聯彰顯明星書院傳承儒學宗師的宏願。近年來，結合節慶祭典辦民俗風文化祭等系列，不僅具藝文之功能，且帶動地方產業文化與觀光。明星書院整體建築格局單純，使用樸實的木架構於簡約的木雕，甚少使用石雕，即使少數用到的裝飾也不華麗，呈現出書院以及讀書人的簡樸風範。講堂呈長方形，縱深12.8公尺左右，各自廂房，廂房與講堂以過水接通。經過時代變遷，這座舊時讀書聲朗朗，曾經造就出當地許多人才的書院，而今功成身退，成為供奉文昌帝君的文廟，為文化歷史的香火承先啟後，代代延續。正殿上方有清光緒帝瓷幡，掌握文衡匾額，以書院為名，實際上是義學。此匾深具歷史意義。考生答謝文昌帝君保佑的金牌掛滿整個牆壁。明星書院於1985年奉內政部核定為3級古蹟，修護皆依古貌建材，日式風格是日治史實的證明。然而，其簡樸古拙的格局是漢族移民屯居的精神所在。1999年921大地震導致部分結構受損，地震後搭起臨時鐵皮屋安置明星書院奉祀的神明。經過整件修復後，就是目前看到的書院規模與外觀。整修後，書院的正殿架構上的雕刻裝飾等保留極為完整。藤交綺鳳，左右相防衛，藤交與綺鳳命名。有句成語“藤交綺鳳”，交指的是交融，鳳指的是鳳凰。騰飛的蛟龍與起舞的鳳凰，比喻人才眾多，各顯其能。出處唐王勃，滕王閣序，藤交綺鳳，孟學士之詞中。
在梁柱的最上方可以看到像這樣漂亮的彩色交趾陶。交趾陶融合了捏塑、繪畫、燒陶3種技藝為一體，常以古代忠孝節義的民間故事為題材，裝飾於寺廟、宗祠等建築物上。書院正殿為講學所在，殿宇高聳，屋頂及梁上以童子玉麒麟式栩栩如生，兩側自容一對花草四角墜飾，左右對稱，表情生動。考生祈求文昌帝君護佑順利錄取後的答謝狀。前程設有一座造幣，以麒麟做裝飾，麒麟腳踏葫蘆及筆，代表福氣和文運；四角的蝙蝠則代表賜福之意象。習字亭，很多人以為這是金子爐，其實以前文人寫字的時候，為了表示尊重字子，會把寫壞的字收起來，一直等到倉頡生日這天，才會把這些字子放到習字亭裡燒掉，再把燒掉的字灰放到河裡流掉。明星書院左側廂房，目前除了做為書庫，也擺設許多農村民俗文物，例如牛車、車輪、水缸、石臼等。三合院的書院建築在百年時光的洗禮下，顯得格外的古意盎然。祈福鐘，立牌上寫着站立6尺處，以小銅板丟置祈福鐘，如能命中梵音，想心想事成如意，很特別的祈福方式。明星飄書箱，常在捷運站或圖書館看到飄書箱，而明星書院也有。若是家裡有看過的書不會再看，也可以拿來這裡捐獻，與大家一起分享，讓書可以有新的家。明星書院不是華麗的旅遊景點，但它散發出一種沉穩、深具文化底蘊的氛圍。對喜愛歷史、建築與地方故事的人來說，這裡絕對值得一訪。若想感受台灣早期教育文化及傳統書院的樣貌，在集集小鎮漫步時，把它放進景點清單裡，是很值得的選擇。接下來是軍事迷不能錯過的軍史公園。從明星書院到軍史公園450公尺，開車1分鐘就到。來到公園不必擔心停車問題，道路兩旁都是停車格，附近停好停車的。921大地震後，由集集鎮公所積極推展經中央單位協調下成立軍史公園。該公園是首座展示國軍廚藝武器公園，是一座結合國防、教育與觀光休閒的主題公園。2022年底剛修繕重新開啟的集集軍史公園，部分戰車展品遷移到公園對面的步道，並進一步改善其中的親子設施後，成為全國唯一可以欣賞到台灣國軍廚藝武器的親子共融公園。M48巴頓戰車是美國陸軍的一款中戰車，也是繼 M46巴頓及 M47巴頓的第3代巴頓系列戰車，用於全面取代2戰時期的 M4雪曼及 M26潘信戰車。勝利女神立式型防空飛彈，1958年823炮戰期間，由美國緊急調撥運抵台灣，使中華民國進入飛彈防空時代。早期部署於林口等地，由陸軍神艦部隊操作，曾是台灣最強大的長程防空武。1990年起，逐步由天弓飛彈取代。戰鬥機是中華民國空軍全球最早接收的國家之一。1963年引進用於配合阿里山計劃進行飛行員訓練。由於其極高的着陸速度與複雜的操作特性，在台服役期間失事率較高，全系列失事114架，被民間稱飛行棺材或寡婦製造機。海軍陸戰隊專屬的2棲登陸運輸車，俗稱水鴨子，
集集這輛運輸車是國內先哨開啟艙門對外展示的軍車。此運輸車1952年美軍生產曾參與過越南戰爭海軍陸戰隊員，大部分都搭乘過這輛車參與演習，對他們來說有深厚的情感。海軍5寸38倍炮是美國海軍於1934年研發炮架及炮塔組合型艦炮，是作為驅逐艦主炮或大型軍艦之高射炮。這座紅磚砌成的塔樓是公園為了配合展示退役軍品而新建的特色結構，不是原本就有的歷史建築。C-119型運輸機在空軍運輸機隊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除運輸空降之外，也曾擔負空照、救護、照應、滅火、岸巡等不同任務。外形長得像老母雞而被稱之為老母雞，有着敦厚、老實、可愛的巨大外表。在過去數十年，默默地擔任空運運輸任務、任勞任怨的精神，其實也是很合乎其名稱。運輸機的機艙用鐵網圍住，可以遠看內部的陳設，在非鉛還增設垂降桿，就是要營造傘兵們跳傘的情境，讓大家可以從中探索體驗，大人小孩都能玩的共融式遊樂器。集集車站是南投縣集集鎮的著名地標，位於台鐵集集線上，以其日式風格的檜木建築和復古氛圍聞名。建於1933年日治時期，檜木建築純日式木造風格，古樸典雅。曾因921地震損毀，1999年921地震倒塌後，集集鎮民專程由日本引進電腦模擬技術，將每一根梁柱與每一處銜接點，都以最原始的建築手法，分毫不差地重現完成。修復後保留原貌，是台鐵集集支線熱門站點。也是集集觀光旅遊攝影景點。集集車站不僅是一座交通樞紐，更是藏在歷史文化與觀光記憶的活古蹟，是體驗台灣鐵道風情不可錯過的一站。集集車站旁展示的22火車頭是著名的 SL22 蒸汽火車頭。這部火車投於民國2年1913年出廠。它原本服役於阿里山林鐵，主要負責載運木材，擁有超過100年的歷史。在集集星宇廊道前展示仁慶2號，過去在集集鎮營運的環鎮觀光蒸汽小火車機車頭的名稱。該小火車現已停駛多年，而作為展示品，公車花園賽車場。小型卡丁車適合親子同樂。入口處有投幣式動物車給小孩玩，另外還有射飛鏢、丟沙包、9宮格 BB 彈射機等等遊樂設施可以玩。大太陽的很熱，一定要吃冰消暑。必吃的就是大碗工冰甜品，他們家的招牌是各種黑糖刨冰、椰檸冰、如牛奶雪花冰、鹽滷豆花、與嫩仙草。特別推薦紅豆芋頭煉乳冰，黑糖刨冰底淋上香濃煉乳，堆滿熬煮軟糯紅豆與芋頭，口感綿密清涼，超解暑。豆花也細嫩滑順，可加配料。還有超大份大碗工冰，30人份挑戰式合揪團，價格親民，分量大，大熱天來集集絕對要來一碗消暑。這一趟集集之旅沒有太趕的行程，景點的距離很近，住一晚芙蓉來旅，走進書院看看讀書人的時代，在軍史公園感受時間留下的痕跡。921地震倒塌後集集車站修復後保留原貌，你會突然發現，旅行不只是風景，也是記住這片土地的方式。最後，用一碗紅豆芋頭煉乳冰，替這趟旅程畫下剛剛好的句點。